姐，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故事？为什么？这些发生案件的宅院，都是咱们江家以前的房子。我一定要关注这个事情。秦老爷怎么会有这些资料？父亲，账本可能真的……父亲，父亲！来人，给我把沈医生叫过来。啊！快去！这个江叔也太狡猾了吧！居然从我这个江氏手里跑走了2次。这样，强儿，明天你再跟我去一次，我就不信了。你去吧，他已经有防备了，应该不会再去了。我就不去了。秦大哥，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沈田就是江家的小女儿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她，壬子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去问吧，我已经试探过了，他没有说谎，而是真的不知道。不是你。喂，是秦二公子吗？你的。喂，是我。秦二公子，我从秦老爷手里偷来一份资料，还有医院的收尸记录。好，那我现在过来。等会儿，我今天晚上还需要整理一下，明天中午我们在城北的废弃教堂见。行，那明天见。老秦，看看这个。原来当年和江野一起开矿的合伙人是我父亲。还有一点，江家一家6口人在一夜之间全都死了。警方想要深入调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查不下去了。后来才传出是鬼杀人。所以我哥在江家老宅可能不是意外，而是江家人干的。各位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父亲，我这次来是想给您看个东西。我帮您打开吧。我希望您可以告诉我，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一个表面的慈善家，把铜矿卖给了日本人，做了叛国之事，商会的名誉全败在他的手里。那当年告发他的人是您吗？怎么，父亲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？一恒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不能理解父亲吗？父亲这么做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好？你不能对父亲这个态度啊！赶紧跟父亲道歉。
如果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好，那就应该告诉我任子年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你又为什么要去江家老宅？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，是不能告诉我的。所以是真的跟我们秦家有关了。我明白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是你妹妹沈天叫我们过来的，她人呢？不可能！如果她要约你们，怎么会叫我过来？等等，如果你要抓我，请拿出证据。我是想要问你，当年江野被判处叛国罪，跟我们秦家有关系吗？你堂堂秦二公子，难道不知道真相吗？秦一恒啊，秦一恒，你们秦家的人真是越来越虚伪了。这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知道真相。对不住了。看样子，这姐弟俩的新宅似乎有点不一样。那他们俩知道的事情，也有可能不一样。
上去，那点啊。张老板，这20多座小学呀，大手笔大手笔。饮水思源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呀。老弟，借一步说话。啊，好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可能，铜矿绝不能卖给日本人。老弟，日本人开出的价格足够我们开采20年的利润。拿了钱，你继续开开心心做你的慈善，我做我的生意，大家皆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江某人是做慈善，不做卖国贼。这日本人狼子野心呢，要是让他们得了铜矿，他们会造军火，整个长山州不会安生的。老弟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别说了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日本人拿不到1块矿石。晴儿，走。小心！带孩子走。走。晴儿，走。你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陷害你父亲，出售铜矿给日本人，在你心里，指挥那一群忍者的人，是我父亲吗？我没有证据证明你爹就是真正的凶手，但是我父亲死后，你爹就成了唯一的经营者。我嫁给孙志龙就是为了查清楚，你爹到底是不是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。那当年，你们的母亲明明已经带着你们逃走了，那江家一家6口一夜暴毙的传言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父亲得知自己被处叛国罪后，那些他帮助过的人，一个接一个落井下石。父亲死后，我的母亲就从乱岗中找出4具小孩的尸体，伪装成我们假死的模样，带着我们逃跑了。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善事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从此以后，我发誓，我们江家人再也不会与人为善。姐，四妹出事了。叫上母亲。四妹，四妹。
父亲遗言，善无善终。我教过你多少次了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如果你听我的，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起来啊！你起来啊！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杀了四妹。你起来，快起来！告诉我你错了，你起来啊！姐，那间教堂是我们姐妹见面的地方，他为什么会约你们去那儿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告诉我！他说有事找秦大哥，不能去医院，只能来教堂。是他，一定是秦一池干的，我找他报仇。哎，李女士，你冷静点。秦一池，我要你偿命！疯了！秦大公子，他妹妹昨天晚上遇害了。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为什么不问他？他昨天晚上在哪儿？我昨天晚上整晚在病房里照顾我父亲，这些护士都可以证明。至于你妹妹是谁，你妹妹的死活，我不知道，也跟我没有关系。不要血口喷人！我不相信，他们都是秦家的人，肯定向着你说话。白警长和警察都在这儿，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我一定会给你们说法，但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的话，我就要依法办事了。二妹，别做傻事。奇怪，他难道是为了钱杀人？可是张三为什么也死了？尸体是被万将寿给发现的，而法医尸检也已经确认，张三是被人用剪刀给戳死的，而沈田是被人给掐死的。这屋子里的钱已经不见了，而张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答应，拿了钱以后会离开此地。可是现在，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？难道说是有第三个人出现，把所有人都杀了？袁大小姐，秦医生，江总，我们警长让我来告诉你们，沈田的案子有眉目了。走。所以沈田屋子里的钱是你偷走的？嗯。你说说犯罪经过。那天晚上，你们俩怎么看？张三已经死了，现在唯一跟他熟悉的，就是跟我同名的哥们儿。没错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嗯。走，找他问问去。不可能，小妹绝对不可能是张三杀的。张三跟我亲如兄弟，况且他上次还答应过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妹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小妹一定不会是他杀的。如果不是他杀的沈田的话，难道说是那个自首犯人下的手吗？这个事情
应该不是简单的谋财害命吧？当然不可能。沈田他不是什么有钱人，如果这个凶手他是为了钱而连续杀害了沈田和张三，然后再去自首，那他的行为逻辑未免也太奇怪了吧？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掩盖什么事儿。秦大哥，沈田想交给你的会是什么东西啊？秦二公子，我从秦老爷手里偷来了一份资料，还有医院的收尸记录，跟你有关。晴儿，要不要先打开看看？不用，这应该就是沈田要交给我的。教授，这些是医院的收尸报告，而且这上面整理了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每一个案子。你们看，每一个受害人，他的收尸顺序都是按照这个案子当时发生的顺序去排列的，所以说没有什么不正常的。现在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沈田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从医院里拿出来？问题在这儿，在这些资料上。这些资料是沈田从我父亲那偷过来的，这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我们之前经历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生前的信息，而且这上面有3个疑点。比如说王谦，他之前卖出的每一个房子都是他从别人那买过来的，而这上面明确地写出了他买入的时间，这是第一个疑点。而第2个疑点，这上面还写了他的软肋，他对死亡的恐惧和他对虚名的执着。而第3，就是每一份资料上的最后一句话：此人可为我所用。很明显，每一个受害人在他生前都被人调查过，尤其是他们的软肋，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了上面。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有问题的宅子卖给他们。所以说，之前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案子，都是这个卖家故意安排的。此人可为我所用，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此人可为六之所用？而这一份资料是沈田从我父亲那儿偷过来的。你说我父亲和六指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秦大哥，你也别多想，你父亲跟六指可能没有关系呢，而且你父亲也不会读心术，更不可能是六指。晴儿，不管有没有关系，现在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宅子原本的主人是谁。是我们家的。当年我父亲出事以后，我们家的资产就都被没收了。可是我们姐弟4个还是经常关注着这些房子，直到后来，你们所破获的案件竟然都发生在那儿，我才越发觉得蹊跷。所以就以此为原型，写入我的故事连载。我们也很想知道，究竟是谁把这些房子卖给受害人，并且变成了凶宅。从这些资料上面记录的时间上来看，之前经历的每一个案子，间隔都不远。王谦，乙未年2月18日；阿斌，乙未年3月9日；钟表铺子，乙未年4月18日。等等，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你们看，这个是不是和你们刚刚说的时间吻合？江硕，我明白了。你们看，这些资料上面
有买入记录，却没有卖家记录，而这个账本上面有时间和收入记录，却没有买家记录，而且他们的时间都是一一对应，顺序也是一样。没错，收视记录上面的案发时间也和这些是完全一致的。奇怪，为什么壬子年这一笔20万银元的收入也没有买入记录呢？我知道这笔收入是怎么回事。当年我爸被陷害，政府说他卖铜矿给日本人，以叛国罪论处。那晚他被人害命，竟然被说成畏罪自杀。那时候我爹有个合伙人，但是直到我娘去世，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合伙人的真实姓名。后来，秦毅就成为了这个铜矿上唯一的主人，也就是说，最大的受益者是秦毅。你们看，这笔收入的时间、金额，同当时铜矿的事件一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怀疑我父亲害了你们家？是。我们姐弟4个调查那么多年，都没有发现其他人有嫌疑。而且这个账本是你们家的，我嫁给孙志龙就是为了查这个。如果说这些宅子是从我家流出去的，那卖给他们的就一定是我爹。江叔，之前你是从六指手里接的买卖生意，你说六指跟我爸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啊？晴儿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我们现在先去问问他。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知不知道这人是谁？那是我父亲！混账！父亲呢？我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不在了，我也不知道父亲去哪儿了。看到秦大哥这么难过，我也好难过。江叔，如果有一天我家里也发生了这种事儿，你会不会？那我现在就去找我爹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秦叔叔。我送你出去。给我酒，走，我还能喝。走。
这个字条我研究很久了，什么发现都没有。但想要找到你爹，我们还是得从这个字条下手。你说这个月会不会是月见不入爻，卦象的意思？我父亲不懂这些东西。如果这真的是我父亲的字迹的话，那他就应该不是月，而是阴。你的意思是？之前我父亲总是说他要找阴河，而现在江家老宅种种事情都表明，我父亲和六指之前的案子有关。我现在也搞不懂我父亲到底要做什么。如果说你的父亲是真的找阴河去了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破解六指留下的魔方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你爹。爹，吃这个。这么大一块。哎，我真羡慕我这个妹妹啊，有这么一个宠她的好丈夫。哥，你又笑话我？我哪笑话你了？大哥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宠淑轩。哎，这个我绝对相信。哎呀，倒是我这宝贝丫头啊，你什么时候能找一个宠你的好丈夫？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。爹，这个你就别瞎操心了。说吧，最近有没有跟那个叫江硕的小流氓混在一起啊？爹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江硕他不是小流氓。哥，你就是管太多了。庆儿自己的事情，他自己有主意。我那叫管得多吗？啊，他就是爱给自己找事情。爹，你知不知道这2天秦叔叔回来了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听说人不是疯了吗？嗯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前2天他又从医院走丢了，听说跟这个六指有关系，咱们能不能帮他们？免谈，他不就是一个商人吗？他没有家人，没法报警。我警告你，这件事情不要跟着瞎掺和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吃饭啊。晴儿，老大，这碗我得敬你。咱常山州是因为有了你，才这么的太平，啊，老大。哎呦，老朱还会拍马屁了。这是什么叫拍马屁？你这谁是马？我就问你不是谁是？老大，我说老朱会拍马屁了，会说话了。来，我跟你们说一个不拍马屁的。我小黑，我就想成为一个像白老大这样的好警察，惩奸除恶，成为咱们常山州的神探，这是我的志愿。小黑啊，我没你那么大的志向，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，过普普通通的日子。你还想多普通啊你？你现在已经完成任务了，你已经很普通了，你还想什么样啊？来，没有出息，我跟你说，早给你开了。来，别开呀，来喝酒，敲他，咱们。你。
六指，你出来！六指，六指，你出来！六指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六指，六指，六指，你出来！江硕，别着急，还有2关，我们就能见面。老大，谢谢猴。猴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死者名叫汤明，是个跑快船的老板。小黑，哎，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，看看有没有仇家。是。你来干什么？父亲回家了吗？检查。白警官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器重我弟弟啊，把他从医生升到法医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这码头船来船往的忙得很。你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啊，我这都停工1上午了。你能不能找人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处理一下？秦大公子，人命关天，先查案好了。现在初步可以判定，他不是吊在上面窒息而死，而是被人从后面勒住了脖子，拧断了颈骨而死。死亡时间在6个时辰左右。他的手背没有划痕，指甲缝里也没有残留的可疑痕迹，所以我推测，凶手下手极快，而他很有可能都没有看清楚是谁勒死了他，很有可能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。这里是走船的地方，跟你们大街上不一样。调查这死人的案子，能不在我的地盘上吗？都说了你吃不了这碗饭，你还赖在这耽误我秦家的生意。当初赏你那几个子儿，就是想让码头图个安宁。你可倒好，还能舔着脸在这说，这地盘是你管的。秦大少，你看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是你们家看家狗啊！啊，跟狗比啊，阿贵，你可真会抬举你自己啊！姓秦的，你们俩的事私下再说。这查案呢，秦大少，死者的货我要验一下，行个方便。不是白警官，人抬走还不够，还要检查货。我这不说日理万机吧，但是也真的是没时间没工夫伺候你们这些警察。你看我这码头上这些贵重的货，我现在是出不去也进不来，这损失算谁的？再者说了，这货要是丢了，找你啊！货丢了算我的。他的货在哪儿？在这里。可以了吧？你真打算跟那帮警察混下去？哥，我觉得还是都看一遍吧，这样大家都省心。你就不该掺和。什么意思？父亲的意思。所以你知道父亲在哪儿了？我不知道父亲在哪儿。总之，我不指望你为秦家做什么。但是以后，码头的水深这里边的事儿，你不要掺和。